这里是汽车小讲堂，我是 Bonnie， 我是 Alex。我们会定期跟大家分享一些澳洲与汽车相关的小知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请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下一期回答你哦。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澳洲的车险。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澳洲的车险有哪几种。澳洲的车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交强险，一种是商业险。那第一种交强险呢，它是法律规定的强制险，它叫 Compulsory Third Party， 简称 CTP， 我们也叫它 Green Sleeve。那么一辆车如果没有购买交强险，它是不可以上路的。这个 CTP 呢，它可以赔付一场事故中所造成的所有的人身安全的损失，包括被撞车的乘客、过错方的乘客，甚至是路人。甚至包括一些心理创伤，比如车祸所造成的失眠、焦虑、神经衰弱，以及受伤人员在恢复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以后可能造成的后遗症的治疗费 ，CTP 也都是可以赔付的。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一个 CTP 的比价网站，在网站上输入您的车辆信息、个人信息以后，网站就会自动生成一个价格对比的表格。保险的时间呢，可以选择6个月或者12个月。保险的报价一定要在车辆注册到期前的3个月才可以查询得到。对，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 ，CTP 它只会赔付事故中发生的人身安全的损失，它不会赔付任何的财产损失，譬如车辆、房屋或者公共设施的损失。所以除了必须要购买的交强险 CTP， 我们还需要一个商业险来帮你承担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澳洲的商业险呢，主要分2种，第一种呢是 Third Party Property Damag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者险。三者险呢是澳洲最基本的商业险。我们知道澳洲的它的人工啊物价非常昂贵，如果一旦因为你的过失而造成了事故，你可能会收到一张天价账单去赔付。而第三方险呢，就可以在事故发生后为过错方支付这张账单。所以建议小伙伴们在澳洲开车至少也要买第三方险，而且澳洲的保险是可以按月付款的，所以金钱上面的压力并不会很大。但如果这个时候要修理你自己的车，就得自己掏钱喽。我们聊到了如何保障人身安全以及他人的财产损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合理保障自己的财产损失呢？这里就要提到第2种商业险，就是 Comprehensive Car Insurance， 就是我们说的全险。那么全险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全险它会赔付由过错方在一场事故中所造成的所有的财产损失，包括肇事方车辆、被撞的车辆以及被撞的设施或建筑的损失等等。换句话说，如果因为你的失误造成了事故，全险也是可以同时赔付双方的损失的。我们会用几个例子来向您说明全险的适用范围。第一，早上起来发现车被撞了，肇事方却逃逸，怎么办？第二，两车相撞，双方都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怎么办？第三，冰雹天气，你的车在户外被砸得满身是坑，怎么办？以上问题在你投保了全险的情况下都不成问题。你只需要打电话给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然后再联系自己认识的修车厂进行报价。只要你有全险，无论过错方是谁，保险公司都会同时赔付双方的财产损失。这样就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也为您节省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在澳洲呢，每一次出险都会需要支付一个 excess fee， 我们也叫它垫底费或者出险费。那么 excess fee 呢，从600到2000不等，它在您每一次购买保险的时候就确定了。换句话说，无论事故是小刮小蹭还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这个 excess fee 都是不变的。一般来说，我们购买保险都会去比较大的保险网站进行报价和购买。相信很多同学也通过比价找到了最便宜的公司来投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忽略2个问题，一个就是他们是否有较高的出险费，还有一个是否能选择自己的修车厂。如果你的保险公司不允许你选择自己想去的车行，那么他们就会将你的车拖到他们指定的车行进行维修。这样可能就会有3个问题。第一个，你无法监督维修质量；第二个，你必须全部支付你的 excess fee；第三个，你无法享受任何额外的附加服务。我们不但提供高质量的维修服务，还会为客人提供免费的代步车，甚至会部分减免客人的 excess fee。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为那些工作繁忙或者说沟通方面有困难的客人提供了保险的报价、咨询或者出险服务。最后呢，希望大家在选择保险公司、各项保险以及修车厂的时候，看清楚各项条款，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或者是后悔哦。以下这些保险公司默认可以选择你的 repairer。以下这些保险公司需要付钱 upgrade 才可以选择你自己的 repairer。今天的汽车小讲堂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